中老年人是便秘的常见人群，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深受便秘困扰。长期便秘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。那今天呢，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或能帮助到你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将双手叠放在我们的肚脐处，然后进行顺时针按揉，按摩100下。再将双手背后，用左手抓住右手的大拇指，然后呢，从上往下的推后背，也是推100下。这一整套动作呀，每天做5分钟。睡觉前做就可以。这个动作能促进肠胃蠕动，提高新陈代谢，对排出宿便、缓解便秘有很大帮助。同时，瘦肚子的效果也很不错。经常便秘和饮食油腻的人，建议大家还可以常喝大麦茶。大麦茶有去油腻、健脾胃、润肠通便的功效，也能够有效的帮助改善和预防便秘。若还能够每天坚持运动，缓解便秘效果会。很多人晚上睡觉会有夜尿频繁、尿频尿急的情况，如果不是因为睡前喝了很多水导致的，那么要小心2个问题，尽量别忽视。第一个问题，肾脏出现异常，因为肾脏对体内水液代谢有很重要的作用。而且我们身体中有一部分尿液是通过肾脏代谢的，如果肾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尿频尿急、尿液增多的情况。第二个问题，膀胱炎。因为我们的尿液主要是储存在膀胱内的，如果膀胱出现问题，出现炎症，那么就会降低尿液的储存量，从而使人出现尿频尿急、夜尿增多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喝水，这样对膀胱健康有帮助。所以大家出现夜尿异常的情况时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，这样可以避免更严重的问题出现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血糖高，应该少吃甜食，少吃含糖分高的食物。其实除了这些，生活中有2种肉也要尽量少吃，不利于血糖稳定。第一种，熏肉。一般熏肉都是经过加工的，里面会添加一些化学物质，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是不适合吃的，因为熏肉里含有的有害物质会对胰岛素产生影响，不利于血糖稳定，对身体健康也不好。第二种，肥肉。肥肉含有的脂肪和饱和脂肪酸比较高，吃多了不仅会引起身体肥胖，还会破坏血糖的平衡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这类肉，血糖高的人也要尽量少吃。脾胃的强弱呢，和人的健康息息相关。如果脾胃好，身体也能够得到充足的营养，那么身体自然强健。但如果脾胃虚，身体得不到营养，自然呢会影响健康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调理脾胃。我们可以呢先站好，双腿微微的弯曲，2手手掌心朝上放在腹部前面，然后左手翻掌往上举，右手也翻掌向下按压。做的同时，双腿站直，拉伸身体，坚持4秒，回到原位。再换相反的方向，那这样左右一共重复30次。因为脾经经络主要是分布在我们躯干2侧的，所以这样单举手臂可以帮助调节脾胃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效果。那每天坚持练习，脾胃会越来越好哦。酸痛、僵硬、很难受，该怎么办呢？今天呢，教大家一套颈椎操，只需2个动作能够缓解颈椎不适。第一个动作，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手臂张开，手握成拳，手臂稍微的向后倾，保持伸直，然后将手臂向前伸展，和肩膀在一条直线上，这样反复练习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肩部、颈部的血液循环，放松肌肉，对缓解颈椎不适有很好的作用。第二个动作，平躺在垫子上，将双腿慢慢的向上抬起，然后尽量的往头部靠近，最好呢在头部上方落地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增强颈部和背部的血液循环，对颈椎有很好的锻炼作用。上面这2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的练习10分钟，可以帮助舒筋活络，让颈椎更健康。血液在我们身体中是不断流动的，但是一天中血液会有最粘稠的时候。那你知道是什么时间吗？那就是早上5点左右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身体经过一晚上的新陈代谢，体内水分会流失，这时血液粘稠度就会加大，一般到了早上5点左右，也就是最顶峰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早起后会有头晕头痛、视力模糊的情况。如果想要稀释血液，
大家可以在起床后喝一杯温开水，除此之外还可以常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荞麦。荞麦中含有多种的维生素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净化血液，让血管更加通畅，预防血液粘稠。第二种，洋葱。洋葱中含有前列腺素 A， 能软化血管，稀释血液粘稠度，预防血管堵塞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都说多喝水对身体好，但喝水的时间是有讲究的。多喝水不如会喝水，一天中最适合喝水的4个时间，堪称长寿水。看看你喝对了吗？第一个，起夜的时候喝一杯水。很多人觉比较浅，所以晚上会有起夜的习惯。这时不妨喝上一杯温开水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稀释血液，对心脏和血管有保护作用。第二个，睡觉前喝一杯水。睡觉前半小时可以喝一杯水，对身体的新陈代谢有帮助，而且还能够帮助提高睡眠质量，但是不建议喝太多。第三个，早起后喝一杯水。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开水，不仅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水分，还能稀释血液，对排便有帮助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第四个，吃完饭后喝一杯水。吃完饭后半小时喝一杯水，可以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，还能够缓解便秘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。胃不好的人啊，很可能呢是胃里有幽门螺杆菌导致的，经常会有胃疼、胃胀、消化不良的情况。那我们该怎么调理呢？不妨常用两物泡水喝，有助肠胃健康。茉莉花泡水喝。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喝到茉莉花茶。茉莉花茶有温中和胃、抗菌消炎的功效，而且茉莉花中含有挥发油，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活性。经常用它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铁皮石斛泡水。铁皮石斛性味甘，归胃、肺、肾经。其中含有丰富的植物多糖粘胶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有修复胃黏膜、杀菌养胃的功效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对肠胃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哦。幽门螺杆菌不用怕，用2种植物泡水喝，杀菌养胃，呵护肠胃健康。蒲公英。蒲公英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，蒲公英又叫婆婆丁，一到春天呢，遍地都是。蒲公英其实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，具有天然维生素的美称，有很好的杀菌抗毒的作用。将它晒干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抑制幽门螺杆菌生长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洋甘菊。洋甘菊也有很好的药用价值，洋甘菊中含有一种糖苷类的物质，这种物质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繁殖，还有杀菌养胃的效果。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呵护胃黏膜，预防胃部疾病，让口气也清新起来。俗话说，胃病3分治7分养，所以胃不好的朋友不妨常用上面这2物泡水喝，或许能让胃部慢慢好起来哦。日常生活中甲状腺结节是很常见的，如果出现甲状腺结节，首先要及时就医，然后平时在饮食方面也要注意，少碰下面2类东西。含碘高的食物，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一定要控制碘元素的摄入。对于含碘高的食物，就尽量少吃吧，比如海带、紫菜等，因为碘元素会刺激甲状腺，对病情恢复不利。辛辣刺激的食物，除了含碘高的食物，辛辣刺激的食物也不建议吃，因为这类食物会影响内分泌，刺激甲状腺，也会加重甲状腺结节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忌口。除了少吃上面2类东西，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能够帮助化瘀散结，这种食物就是冬瓜。冬瓜含有很高的营养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利尿消肿的功效，而且冬瓜中还含有丰富的纤维素，对缓解便秘、排出体内毒素有帮助。有甲状腺结节的朋友，经常的吃一些冬瓜，能够帮助减轻甲状腺结节的生长。生活中有甲状腺结节的人很多，大多都会发生在女性身上。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那么一定要注意饮食。那下面这3种食物最好忌嘴。第一种，火锅。冬天很多人都喜欢吃火锅，火锅虽然好吃，但是火锅比较辛辣，还很烫。如果经常吃，容易刺激甲状腺，不利于甲状腺的健康。第二种，富含碘的食物。有甲状腺结节的人，含碘多的食物也要忌嘴，比如海带、紫菜等。
经常吃的话，不仅不利于甲状腺的恢复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影响。第3种，浓茶。浓茶也是很多人喜欢的，因为浓茶中呢含有非常多的咖啡因，喝多了容易影响新陈代谢，会使甲状腺结节慢慢的变大，不利于恢复，所以呢也要忌嘴才行哦。得啦，就8本这些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